印度或砸下7000亿军费，一个成长的隐患在我国西南方向出现。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常 Talk。尽管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将印度视作敌人，然而我们国力的快速增长以及历史因素带来的记忆偏转，一直让印度对中国怀有极高的敌意。虽然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将其视作威胁，然而最近的消息却证实，印度正在成为我国西南方向一个正在长大的隐患。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宜早不宜迟。日前，我国《环球时报》注意到，印度国防部长拉金纳特·辛格对外宣布在未来5到10年内将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的订单给印度的军事工业，折算一下，这就是将近7000亿人民币的军费投入，而且还是精准投放到印度国产军工业的费用。为了刺激印度军工业的发展，印度国防部还颁布了多个措施，为印度工业制造业提供机会。比如今年的军费预算中印度75%的采购订单都完全分配给印度国内企业，并颁布了强制行政令，禁止进口3000多件国防工业产品和零部件。直接点说就是无视市场规则，强行推动国内工业的发展。也必须承认虽然莫迪上台之后颁布了很多政策，最后结果并不好，甚至是反而对印度国家的利益产生了破坏，但至少在投资国内工业这一点上，莫迪算是做了一件前人栽树的事情。哪怕从过程来说，这十分丑陋和粗暴。坦率地说在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将印度视为威胁，一方面就是他们的工业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军工是万国牌，大量依靠进口，注定无法打一场大规模长时间的消耗战。哪怕有美国的支援，美国的卫星情报免费供应，印度在中国面前也什么都算不上。但现在看来，印度选择在当前时间点猛砸军费和工业成长，的确可能是个问题。因为至少目前我国的外交政策上是尽可能稳住印度，主要矛盾是台海和美国。在解决台海问题和美国之前，我们不会轻易去碰印度。但是有一个问题也是普遍的担忧印度是否会如我们预期的那样按兵不动呢？至少从这些年来看印度没有放弃他自己要称霸亚洲的野心，军事扩张战略依旧是印度精英阶层的选择。光是这一点，印度对我国一直保持着，也必将长期保持着敌意关系。因为印度可能并不明白，中国的强大国力并不是用来阻止印度扩张的。但是如果未来中美谈判双方拼出胜负之后，中国是否还有余力来面对想要当渔翁的已经逐渐成长起来的印度呢？这是否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呢？如果这颗地雷注定迟早要爆，我们还是需要趁早放弃幻想。一个成长的隐患，我们要解决它，还是应当宜早不宜迟。大家觉得呢？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